在本届 YouTuber 里面，应该没有人比我更有立场来回答这个问题啊！说起来我就生气。台湾的演艺圈对演艺人员算是蛮宽容的，脸太方啊，下巴太短啊，永远都不可能成为演员啊。和他们俩都到了，然后就坐在车子上不下去。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最近呢 ，Netflix 有一部影集叫《影后》，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的人说看哭了，有的人说看完气死了，超级红，红到我跟陈老师啊，出门遇到不同行的朋友都会被追问，觉得影后真吗？作为一个刚出社会就泡在唱片业，后来又半只脚跨足影视业的人来说呢，在本届 YouTuber 里面，应该没有人比我更有立场来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大家都爱看的影后到底真不真？今天这一集呢，为了尊重作品，我尽量不放影集的内容，所有大家在这一集里面会看到的照片啊、影片啊，都是已经透过新闻媒体公开的画面。但是呢，有一些解说会有一些剧情雷，而且今天的节目里面呢，会有一些真实演艺圈的小八卦，所以请大家酌情观看。首先要来直白的回答大家的问题，影后这部戏到底真不真？我必须要讲，其实还蛮真的。很多人提起史艾玛这个角色就气得牙痒痒，大家都很好奇，真的有这么可恶的人吗？大家讨厌史艾玛的点无外乎利用南瓜、背弃胖姐、睡了导演、报复英英姐。史艾玛这个人。史艾玛这个人虽然真的很讨厌，可是作为一个没有背景的小女孩闯荡在演艺圈，我觉得她真的是具备着一些可以成功的性格，那就是她真的很要。因为幸运与否不是她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她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当她越可以接近成功的时候，她可以接触到的利益就越庞大。普通人的为人处事、善良的标准，在这些利益面前就会显得非常的脆弱和不够用。说实话，普通人根本就不需要去学这一套人精的本事，因为可以接触到的利益真的太小了，不值得。但是对于可以撬动上亿、10亿甚至上百亿的个体来讲，方方面面都有需要他们可以拿捏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艺人就是要异于常人。那史艾玛在戏里面呢，利用南瓜、背弃胖姐，都是为了可以拿到角色，离她的目标更进一步。手段真的不漂亮，可是很有用。个人呢非常喜欢胖姐的演绎，热忱、坚持。不会熟吗？那么谢谢。我猜很多观众也是非常喜欢胖姐这个角色，才会这么讨厌史艾玛。但是呢，以现实来讲，史艾玛她错了吗？错的是胖姐，她一开始就应该把跟史艾玛之间的合约就签好签满。既然你看准了，你就应该签下去，对彼此来说都是一个保障。只认合约不认人，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如果遇到不愿意跟你签约的，你就不要投入就好了。既然你要投入了，当然要跟你签约啊。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遇到更多的是签了约的史艾玛，然后遇到了更好的奇亚影业，奇亚影业就跟胖姐开始打官司，最后赔了胖姐一笔钱。我有一个艺人朋友，出道6、7年，这6、7年他赚的所有的钱，全部都在赔那个违约金。我们都在开玩笑，只要签到他就可以赚到钱，靠他下家赔的违约金就够了。好了，开个玩笑啊。但是对于演员来讲，演艺机会就是生命，很多机会真的就只有一次，错过就错过了。所以就算残忍，也要往上爬。胖姐。一个在同行告别式还在发名片，没有资源、没有背景，甚至没有签约意识的经纪人，能给史艾玛未来吗？我觉得可能最多也就是带史艾玛到这里了。那至于南瓜这一趴呢，在史艾玛眼里就可能是我们常说的塑胶姐妹情吧。南瓜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子，只是错付给了一个想往上爬的女演员。这里并不是说所有的女演员都是这样子啊，很多演员她把演艺事业是当成一份工作，但史艾玛显然不是这种人，她要名，她要利，拥有这些名和利，她就需要足够大的野。当史艾玛已经得到了她想要的东西了，她就会想要跟上一阶段挥别，这个速度非常的快，快到让别人觉得错愕残忍。毕竟比起手握资源的艺人来讲，史艾玛这样的小女生可以交换的也只有年轻和相对足够的时间了。包含史艾玛和她的这个前男友陈伟任之间的关系，连她男朋友的名字你都记得。我真的是有在认真看他们两个在史艾玛还在跑龙套的这个阶段是有过一段蛮浪漫的回忆的。但是为什么当史艾玛拿到角色的时候，陈伟任就开始说话带刺了呢？真的是因为史艾玛背叛胖姐吗？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呢，不分行业别，各行各业都有这样的状况，就是可以共苦但无法同甘。大家还记得我上一集有分享过人类内心的复杂小情绪吗？人性有的时候真的非常的脆弱，希望你过得好，又不希望你过得太好，说的就是陈伟任啊。他在责备史艾玛、酸史艾玛的时候，他内心比谁都慌张。那个原本每天等着我在的小女生，那个在小套房陪我吃泡面的小女生，真的可能要变成影后了。而我呢，
这个时候，除了拿南瓜还有胖姐道德压制史艾玛之外，陈伟任甚至想不到别的办法，让自己内心的天平再一次达到平衡。陈伟任，我给你支个招，现在你就应该迅速连夜和史艾玛一起看本子，然后帮史艾玛准备好所有要进组的东西。都敏俊都可以为了千颂伊去当他的助理经纪人了，陈伟任为什么你不可以？确定大家知道都敏俊跟千颂伊是谁吗？为什么不知道？就是 You Are My Destiny 啊！隔壁的流氓都帮你做了这么好的示范了，你为什么不学？不要跟我讲什么流氓帮的是影后周凡，史艾玛算什么？不好意思，过气影后跟新人小花对于一个项目来讲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而且你不是爱他吗？你除了可以贡献你的时间还有情绪价值之外，你还能贡献什么呢？陈伟任之前一直说他会支持史艾玛，永远支持史艾玛，可是当史艾玛真的需要支持的时候，他又不支持了哦。所以当我看到女演员需要最集中精神的时候，她男朋友在那边乱，我真的全程都在翻白眼。女演员一旦恋爱脑，真的就是头痛。但还好史艾玛她不是恋爱脑，虽然她真的道德观有点薄弱，可是比起恋爱脑来讲，我觉得我选史艾玛真的。这前提是要把她签死，合约签死，好吗？职业病，职业病。说到史艾玛的爱情，就必须要聊聊她和导演李子琪之间的关系了。说起来我就生气。史艾玛真的爱李子琪吗？在戏里面，她说了很多好像她真的很爱李子琪的话，比如说如果我早一点遇见你，你就会是我的了，恶心欸。但是整一部影集都几乎是在描写史艾玛是一个心思缜密、内心强大、野心爆棚、异于常人的天生艺人。所以在我的理解里面，她和导演那段时间，她只是在扮演一个很爱导演的小女生而已。因为她知道，在李子琪的戏上，只要有李子琪罩着，她就不会因为无依无靠、辛苦演的戏份被剪掉了。想太多了，导演剪完，制片人要看，制片人看完，平台要看，平台看完，资方要看，所有的人都可以看，所有的人都可以改。你要睡的话，根本睡不完。我真的还听说过有女演员为了保戏份，然后睡。但是史艾玛作为一个没有什么行业经验的人，野蛮生长爬上来的人，他不知道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利益交换，所以在他的理解里面，抓住导演至少可以在剧组保他平安，而且抓住导演对他来讲是最简单也是最经济的方式。包含芳姐也有透露，史艾玛在剧组拍戏怎么拍怎么过，也是证明了这个方法还是蛮有效的。所以当薛戳破他们两个人的关系的时候，史艾玛痛哭，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史艾玛沉浸在爱导演的这个角色里面，以及角力之后输掉了之后那种不爽的感觉。但是如果导演和编剧想要表现的是史艾玛真的爱李子琪的话，我只能说还蛮遗憾的。好，既然说到李子琪了，就一定要来聊一聊本片难解之谜之薛雅芝到底爱李子琪什么。李子琪这个人物啊，在这个剧里面刻画还是蛮丰满的，有点才华，但不是很多。这点呢，从他拿不到奖，然后压不住场子，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不管是工作场合还是公关场合，出了问题都一定要薛雅芝到场才有办法解决。这就算了，假如李子琪可以情绪价值拉满，那我觉得薛的付出也算是值得。可他偏偏就没有。从老薛和李子琪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就分分合合，无数次把周凡气到飞起来，真的是王。就可以看出李子琪贡献的情绪价值也不是很多，甚至薛雅芝拿奖他自己没拿，他居然说薛雅芝利用他，然后老婆忙前忙后，戏终于拍完了，杀青酒感谢名单居然没有感谢老婆，拜托，她是你老婆，她是你公司的合伙人这都能忘啊？真的讲起来我真的白眼都要翻到我后脑勺去。没有你老婆，你连摄影师都搞不定。我看你怎么拍。我就不一样，我杀青酒我第一个都感谢我老婆。然后你就睡着了。你们说李子琪不就是个以拍片为生，然后变老板的陈伟任吗？他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有薛雅芝爱，一个没有。当然呢，我相信李子琪自己也非常清楚这一点，离开了老薛，他什么都做不到，所以他怂到连出轨了他都不敢承认，到最后都没有承认自己跟史艾玛之间的细节，有够没种，真讨厌这个角色。能上升到个人啊，视力很棒。大家如果有仔细看片的话，就可以发现李子琪稳住老薛的话术跟哄史艾玛是一样的，不是这样的，你不要这样想，不是你想的这样的。话术至少要不一样吧，至少要学2套吧。一个40几岁人了，要道歉，居然拿出一封手写信。你小学生哦，手写信，你怎么不打电报啊？还好老薛最后决定要离婚，我觉得他们俩之间没有小孩啊，是老天对于薛雅芝最好的关爱。很难想象李子琪这样的巨婴要怎么当爸爸。其实呢，演艺圈里有很多的夫妻都是像薛雅芝跟李子琪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八面玲珑，一个比较内敛，但一样可以把家庭和事业都顾得非常的好。因为当有一个人要去工作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一定要拨出时间去关心小孩啊，做一些家庭的规划。再不济，你也可以帮你老婆约一个健康检查，搞到她在那里流鼻血。
健康规划也是规划，包含财务规划，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都要有人去做。排卵针都要老婆自己打，真的，拜托，小孩跟你姓哎。李子琪她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明明才华就那样，但她并不甘愿，并不顾家。夫妻呢不是竞争对象，而是合作伙伴，是战友，要根据面对的不同的问题去调整不同的队形。两个人从恋爱到结婚，最大的差异就是从两个人变成了一个家。那既然成了一个家呢，这个家就会有很多事情要去做，不单单是工作。但李子琪呢，就是家庭也没顾好，工作也半吊子。所以如果要我做一个排名，李子琪堪称这部戏里面男生的垫底，比陈伟任还要烂。陈伟任至少不出轨，也比张博磊还烂。至少张博磊他不介意人家妮妮以前拍过3级片，而且最后他放弃所有的身家跟妮妮一起私奔。流氓就不用说了吧，小狼狗里面的王者，情绪价值拉满。再次重申，一段关系里面情绪价值也是价值，朋友们，不是只有钱才是价值。所以你们说我上一集说的对不对？你要爱的是一个本来就很好，而且对你最好的人，这是一个合取命题，两个条件都要符合，才是我们要爱的人。显然李子琪这2个都不符合，所以薛雅芝到底在爱什么？我的理解是呢，老薛他爱的是一个他想象中创造出来的样子，并且在相处过程中不断增加自己的沉没成本。李子琪有什么问题他会不知道吗？聪明如他应该比谁都清楚，但是他没有办法接受承认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一段关系是不好的。我想这样的状况我们现实生活里应该也有很多，欢迎大家留言和我分享。这部戏里有很多桥段都非常的真实而且有趣，我觉得很多从业人员看完都会心有戚戚焉。导演到底吃了几个从业人员才能写出这么真实又有趣的戏啊？像在影集刚开始的时候，李子琪说别人叫自己拍什么自己就拍什么，导致自己拍了很多的烂片。这句话真的把我跟陈老师都看笑了。我们今年呢其实停了1整年都没有在做偶像剧的项目，因为我们有了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之后，后面的一些项目最后出来的成品的样子和我们最初看到的那个企划都不太一样。我觉得我们比较像是被王董的助理指手画脚。王董指手画脚就可以理解，王董的助理指手画脚你们可以理解吗？而且提的意见他并没有什么参考价值。总之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结果就是我们最后都不是很满意。所以呢我们就决定把戏剧音乐这一块内容先停下来不要做，等到遇到好的本子了再来做。不是因为赚钱不香，只是因为反正做音乐的这个技能它不会消失不见。如果我们一直做让自己不满意的作品，那曾经那些让我们满意的作品就会被淹没在我们的资料里面看不见，而且热情真的会消失，消磨在跟王总助理之间的对话里。王总看了我今天的影片说怎么回事情，我有说过这样的话吗？王总真的不是你说的。包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第9集里面壁虎的家，在外面像交际花一样的壁虎，大家嘴里的壁虎哥居然住在一个这么简陋的地方。我们很多从业人员的薪水其实真的是蛮低的，尤其在台湾，而且工作时间又超级长。我记得有一场周凡和老薛拍戏泡冷水的戏，我觉得导演非常的用心，特别有一颗镜头带到在那个冷水池里面，除了周凡和老薛之外呢，还有2个工作人员。事实上这样子的戏啊，受苦受冻的真的不只有演员而已，还有背后很多大家看不见的工作人员。虽然不怎么需要 take care 自己的表情，虽然可能衣服多这么几件，但是呢在导演喊咔之后，这些工作人员他是没有办法马上下班回家的，现场还有很多需要善后的事情要做。而且在现场还有工作的环境里面，面对一些权力的不对等或者一些高压的环境，还要表现得云淡风轻啊！在演艺圈里谁还不是影帝影后呢？更重要的是幕后人员拿到的薪水和台前的演员来讲真的差非常的多，所以这部戏真的也是蛮写实的，呈现了一些我们演艺圈幕后的秘辛。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经纪人，他1年给自己所在的公司带来的流水大概是2000万台币左右，但是他1年到他自己手里赚到手的却只有40万左右。这个薪水其实真的完全没有办法支撑他可以走向更好的生活，而且他的生活非常的忙碌，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被工作时间填满了，常常工作到凌晨1、2点，送艺人回家之后呢，回到自己家还要整理隔天工作内容，是不能休息的。好不容易那个工作内容整理完之后呢，那时候可能已经2、3点了，洗漱稍微休息一下之后5点就要起来收拾行李出发去机场，这个是工作的常态。所以演艺圈的光鲜真的不止大家看到的那些星光而已，所有的工作人员的坚持才撑起了一整片的夜空。我印象很深，壁虎边哭边说自己的生活好像卡住了，身边的朋友的生活都在往前，怎么只有自己的生活好像一直就停在那里。我觉得真的太写实了。所以第9集的时候，妮妮和张博磊的事情被周刊拍到，然后薛雅芝要带着妮妮去开记者会道歉的时候，
候，周凡非常的生气，认为这是妮妮自己的事情啊，她想爱就爱，为什么不可以？那时候薛雅芝说了一句话，她说因为我们是公众人物，我们有这个责任。我觉得真的说的非常的棒。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演艺圈真的对演艺人员算是蛮宽容的，不管是吸大麻、被曝不伦的男女关系啊，其实都可以作为演艺人员继续活动，还蛮神奇，真的是亚洲独一份哎。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当然是一个自由的个体，你想多自由就多自由。但是作为一个演艺人员，你拥有的声量，并且透过这些声量拥有的财富，是很多普通人一辈子都没有办法企及，甚至没有办法想象的。那和这些收入对等的，有更多的自律，更多的付出，这叫职业道德。权利和责任本来就该对等。给老薛的三观按赞。这部戏里面呢，几乎每一个角色都非常的出色，我相信大家都有内心最爱的那一 part。像试镜失败千奇百怪的理由，什么脸太方啊，下巴太短啊，永远都不可能成为演员啊，不是你戏不用就不用，凭什么决定人家的命运啊？还有女演员到某个年纪之后就要开始演妈妈啊。还有印象很深，周凡在没有拿到奖的时候就说一群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坐在那里给我们的演技打分。其实每年各种奖项的时候啊，我们也是有这样的感受哎。我本来今天准备的脚本超级长，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场景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包含像柯丽芬和 TB 之间的母女的情感啊，还有潘英英内心的挣扎等等。那我觉得这些如果都说的话，真给我5集都不够我讲。所以留言开放大家分享自己心里的影后名场面，一人一句证明你看过影后，交出你的 power。让大家先说，我要最后一个说。你这样，我突然想起某一年跨年的时候，和他们俩都到了，然后就坐在车子上不下去，都要争跨年的压轴。影后这部戏呢，我是花了3个晚上追完的。我很久没有这么用心的去看一部台剧了。我一开始看这部戏挂在排行榜上的时候，我内心就会觉得说，不就又是一部女性群像戏吗？然后幻想演艺圈的内容，就抱这样的心情去打开的。但结果你们也看到了，我不但看完了，还有这么落长的心得，还拍下来和你们分享。当然了，这部戏也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如果音乐我们来做的话，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氛围。这是可以说的吗？把我的 email 打在公屏上。好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还有点热推。我是安娜，每周4我都会在这里聊，下周4我们再见啦，拜拜。按照我们行业的尿性，最近应该有很多影业啊平台现在已经在开会了哦。我接下来要对标影后，来拍个影帝，千万不要，好可怕！我看完这部戏最大的推坑啊，就是杨谨华代言的所有东西，我要把他代言的所有东西都买下来。他到底是怎么做到这样10年如一日？这个脸又紧致又灵动，超美啊，爱死爱死！影后里面你最想要成为谁？王董。